你敢相信这是一位县委书记去世后的真实画面吗？追悼会当天，数十万群众哭喊着为他送行，更有百姓把他当作亲人，为其披麻戴孝。他就是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。焦裕禄到底做了什么，竟能让百姓如此拥护他？到底什么是焦裕禄精神？1962年12月，焦裕禄临危受命，被派往兰考县担任第二书记。当时的兰考县正经历着严重的内涝、风沙和盐碱，全县的粮食产量降到最低水平。来到兰考县，焦裕禄询问推车大爷县委怎么走，大爷听后直摇头，继续往前走。一群乞讨的孩子将他团团围住，焦裕禄没有嫌弃这些孩子，而是掏出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。孩子们笑着将他带到县委会，却被门卫给拦住。什么同志，讨饭也不看看地方，这是县委会，你懂吗？走吧走吧走吧。直到焦裕禄拿出调令，门卫这才放他进去。可还没走到门口，里面就传来喧闹声，干部们都吵着要调离这个鬼地方。部长老潘劝告大家，兰考正缺干部，大家要拿出党员的觉悟。此时焦裕禄进来了，得知是新来的县委书记，潘部长热情相迎。焦书记，你来得真快。卸任的王书记是焦裕禄的旧相识，上次相见他还意气风发，可才过去2年，他已经是两鬓白发，就连牙也掉了2颗。老王，2年不见，怎么头发全白了？一言难尽，这鬼地方。临走前，王书记拿出仅有的积蓄，请焦裕禄吃了顿好的，并交代了兰考的严峻形势。晚上回来后，焦裕禄想着老友的肺腑之言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兰考县的灾害比他想的还要严重，全县36万人，灾民就占了1半多。很多兰考人为了能吃上饭，都逃荒到了外省，而一些官员都视兰考为烫手山芋，在位的叫苦不迭，没来的避之不及。就在这样的关口，焦裕禄来了。这一夜，焦裕禄几乎没睡，天还没亮，他便叫上秘书小孙，准备下乡看看。在路上，二人遇到几个村民正在教训一名小偷。焦裕禄见状连忙阻止。大人，怎么回事？他都摆手。就是他。同志，娃娃饿呀，队里秋粮只分了老秤12两高粱，俺全家揭不开锅了呀！揭不开锅，你去偷啊你！住手！打！几人正说着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围过来。连续的灾害让农业尽毁，更把一个个老实人逼上绝路。焦裕禄上前安慰，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，对不起乡亲们了。之后的几天，焦裕禄去了灾情最严重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。黄河过道横贯全境，其中却堆满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黄沙。到了晚上，气温骤降，还飘起大雪。县委干部们围着炉子喝着热茶，埋怨县委书记来了就往乡下跑，整天见不到人影。县委书记都走马灯似的来回调换，干脆咱们都调走算了，眼不见，哼，心不烦。几人不知道的是，焦裕禄就坐在一角，正听着他们发牢骚。他有很多话要说，可在说之前，他请所有县干部先去火车站看一看。众人摸不清头绪，纷纷跟着焦裕禄离开会议室，只有吴县长一人坐着不动。来到兰考火车站，眼前的景象让干部们傻了眼。只见广场上密密麻麻，全是衣衫褴褛的难民们，他们在风雪中瑟瑟发抖，孩子身上盖着积雪，被母亲抱在怀里，不知是死是活。火车过来后，哭嚎声一片，所有人都争抢着往上挤，他们要逃离兰考县，去外省讨吃的。焦裕禄没有劝大伙留下，只是努力维持秩序，却没有任何作用。看着远去的乡亲们，兰考县的干部们陷入沉默。等火车离开后，焦裕禄捡起一块窝头，他冻得如石头一般，如果不是亲眼看见，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触动。故土难离呀，同志们，这些灾民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，骨肉乡亲。这大雪天的，他们拖家带口，背井离乡，心里头是啥滋味？党把兰考36万群众交给我们，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，却让他们端着讨饭碗四处流浪，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？听着焦裕禄的话，干部们纷纷低下头。由于兰考灾害频发，他们早已被磨掉了斗志，甚至在困难面前已经习惯性躺平。想要治理好兰考，就要先唤醒他们的良心和斗志。还有一件事让焦裕禄很是气愤，为什么没有及时发放国家的救灾物资？群众在挨饿，在受冻，在骂娘，可国家调运来的大批救灾物资积压在车站上已经整整8天了，风吹雪打，无人问津。
这是犯罪呀，同志们！焦裕禄愤恨地掏出一根烟，询问这项工作是谁在负责。干部们面面相觑，欲言又止。潘部长出言说是吴县长，他今天告病没有过来。咱们当干部的，不能坐在家里围着炉子喝热茶，要心里想着群众。焦裕禄建议县委全体干部明天都上火车站去分发物资。看了今天的惨状，大家纷纷点头同意。随后焦裕禄掏出一个小本子，这是县委的特殊供应本，干部们拿着它可以到商业部门买到稀罕的副食品。看看这窝头，再看看这个副食本，大家心里头有啥感想？我早就建议取消这个小本本，领导干部生活搞特殊化，群众早就有意见了，可吴县长不同意。咱们还是实行民主集中。我同意潘建同志的意见，立刻取消这个特殊供应本。同意的请举手。当天晚上，焦裕禄找到吴县长来登门道歉，说自己擅自做主，给乡亲们发酒剂量。可吴县长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反而埋怨他，让自己难堪了。老吴，这也是为了工作嘛，啊？这倒是小事，我也是为了工作嘛。这几天我一直在忙着筹办一个重要的展览会，省地有关领导非常的重视，办好了还要在这里召开经验交流会呢。兰考的灾情10万火急，而吴县长却忙着做面子工程。焦裕禄提醒他要分清主次，救灾工作已经刻不容缓。我们的工作不是做给上面看的，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。你这话我不能同意，应该说党满意，群众也满意，这才是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。我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儿。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，群众满意的事儿，党会不满意啊？吴县长有自己的坚持，他认为群众觉悟不高，只看到了眼前的温饱，却看不到长远的今后和将来。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还谈得上什么今后和将来啊？老焦，你这话可危险啊！吴县长善意提醒老焦，你才刚来兰考，不要因为灾民而栽跟头。近几年的一些干部就是被眼前的暂时现象所迷惑，把仕途都折在兰考了。焦裕禄听得气愤，灾不灾的问题他还真没想过。暂时现象，再不彻底治理灾害，改善群众生活，再发生逃荒要饭、饿死人的现象，你我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。哎呀，饿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？关键是我们个人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。听到此话，焦裕禄震惊了，二人话不投机，最终闹得不欢而散。其实焦裕禄这次过来道歉只是其一，更多的是为了摸清吴县长的思想状态，并尝试改变他的想法。现在看来这并不容易。第二天一早，焦裕禄就和干部们顶着风雪，挨家挨户去发放物资。看着病床上的老人，焦裕禄又掏出自己的工资去补贴他们。老人满心感激问他是谁。我是您的儿子，是毛主席派我们看望您来了。盲人大娘紧抓焦裕禄的手，已经老泪纵横。几千年来，官员们都以百姓的父母官自居，这一下完全颠倒过来。几天后，焦裕禄的家人也来到兰考县吃饭时，孩子们吃着馍馍，妻子却给焦裕禄端来一碗大米饭。焦裕禄问哪来的米，妻子说是吴县长特批的，一共20斤。听到此话，焦裕禄的筷子如灌铅一般。他刚给县里的干部说了，不能搞特殊供应，他怎么能带头不执行呢？随后，焦裕禄把米饭推倒一边，叮嘱妻子那些大米不要动。他始终坚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党员干部们以身作则，人民群众才能幸福。焦裕禄带着人把镇上的大肥坑改成了鱼塘，乡亲们为表感谢，特意送了几条鱼过来。孩子们看后高兴地说今天有鱼吃了，可焦裕禄却要把鱼退回去，说鱼是集体养的，个人不能占为己有。焦裕禄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身边人，孩子们听父亲的，又给退了回去。这天地委的赵专员来县委视察，吴县长必然亲自接待，而焦裕禄却不见人影，询问才知他又跑到乡下去调研了。焦裕禄打听到这个村里有一位老大爷，卫生口是一把好手，他特意过来请教经验。见这个陌生人问得多，肖大爷有些疑惑，你到底是做啥的？哦，您是牲口贩子。大爷，我叫焦裕禄，在县里工作。哦，您就是焦书记啊？听说过。
你可真不像个大官。这次下乡调研，焦裕禄可算挖到宝了。萧大爷告诉他，兰考有3宝：花生、泡桐和大枣。这沙土透气性好，适合养花生，而花生秧又是牲口最好的饲料。泡桐可以治理风沙，还能每年发新芽，只需重新移栽，还省了买苗钱。那大枣房前屋后哪儿都能种，能填肚子，能卖钱，哎，样样都是宝啊！焦裕禄听后连连点头，还仔细地记在本子上。临走时，萧大爷向他推荐了一位能人，县园一厂的老厂长，是种泡桐的专家。在老厂长的帮助下，焦裕禄开始试栽泡桐树苗。老厂长还有个叫小魏的宝贝学生，他刚实验成功了一种泡桐育苗法，用此法可以培育出大量泡桐树苗。可小魏是南方人，因为吃不惯馒头，在这里生活得很不习惯，未婚妻也正在闹情绪。于是焦裕禄把家里的20斤大米带过来，还承诺以后会按月向小魏供应。二人交谈中，焦裕禄发现老厂长脸色不对，掀开裤脚一捏，腿上也有浮肿，急着让老厂长去住院治疗。您就别为我操心了，我也一大把年纪了，就为您这主帅当个过河卒子，拱到哪儿算哪儿吧。走，咱们瞧瞧小魏去。你可别大意了。当两人来到小魏的住处，发现他已经离开了，门上还贴着一封告别信。小魏之所以走，主要是这里太苦了。焦裕禄二话不说，一路小跑追去火车站。小魏看到焦书记过来，心里十分诧异。焦书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你要走，我来送送你啊。焦裕禄是来挽留小魏的，可想到兰考的苦，劝留的话实在说不出口。看着焦书记满头大汗，小魏也明白他的意思，感动的连说：“我对不起你。”二人分别时，焦裕禄送给小魏一份礼物，他用布包了一些泡桐苗圃里的沙土，让小魏留个纪念。另外有空的时候，还请小魏能帮忙研究下土质。不管到了哪里，都不要忘了地图上还有兰考这么一个地方啊。火车来了，焦裕禄亲自送小魏上了火车。当火车启动后，焦裕禄还跟着火车跑了很远，直到腹痛的厉害，才不得不停下。就在他起身离开时，却看到小魏站在不远处，这一幕让人潸然泪下。焦裕禄的眼中噙满泪水，这眼神中有感动，但更多的是感激之情，感激小魏能留下，帮兰考百姓渡过难关。救灾行动刻不容缓，焦裕禄通过深入群众，集中群众智慧，找到了治理3害的办法。他亲自带着风沙勘察队去考察全县风口，更是鼓舞士气，放出豪言：锁住他，用防风林锁住他。1道不行，2道，2道不行，3道，挖防风沟，筑防风墙，拼命也要堵住这个风口。通过半年时间，焦裕禄带领调查队查清了全县大小风口84个，大小沙丘有1600多个。遇到大雨瓢泼时，他会带头站在齐腰深的洪水中，查看洪水流势，探清了9条河流，发生淤堵的60多个地点，治理3害有了方向。兰考群众也有了信心。在焦裕禄的带领下，兰考县每个区域都总结出一套特有的治理3害的办法，还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3、5年的初步设想。上级领导十分认可焦裕禄的工作，将他从第2书记提拔为第1书记，而老吴从县长撤下，任县委第2书记。焦裕禄成了兰考的一把手，这让老吴越发羡慕嫉恨。考虑到县委的条件太差，赵专员还拨了1万块钱的经费，专属拨给你们1万块钱，专款专用啊！把你们这个破衙门连同客房好好修缮修缮。县委县政府嘛，好歹是个门面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就是这1万块钱却让焦裕禄栽了跟头。一家人吃饭的时候，小儿子吵着要吃红烧肉，焦裕禄哄着儿子，并递给他一个窝头，儿子接过后却一把给扔了，还转头说妈妈坏，妈妈骗人。焦裕禄训斥儿子把窝头捡起来，可小家伙就是不捡。把窝头捡起来。不捡。捡不捡？不捡，不捡就不捡。妻子把儿子拉过去，说这也不怪孩子，是他告诉孩子们爸爸中午要过来，咱们吃红烧肉的。听到这里，焦裕禄才明白，原来是他自己把买肉的钱给花了。中午妻子买菜时本来要去买肉，可焦裕禄直接把钱要过去，说要还给秘书小孙。原来是一位社员生病没有钱医治，焦裕禄遇到后把身上的钱全垫进去还是不够，所以才向小孙借了5块钱。焦裕禄没有向妻子和孩子说明原因，只是不停地安慰儿子，爸爸错了，爸爸检讨，好吗？
拿着儿子刚才丢的窝头，焦裕禄告诉孩子们，这粮食是国家支援咱们灾区人民的，是从很远的地方辛苦运过来的。很多种粮食的农民伯伯们甚至还吃不上这样的窝头。儿子听后不再哭闹，可焦裕禄却红了眼眶。就在此时，却传来一个噩耗，身患浮肿病的老厂长不幸去世了。他的去世让焦裕禄非常痛心。等到人群散去后，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哭得泣不成声。全县患浮肿病的脱产干部还有304人因为浮肿病去世的，算上老厂长在内，已经有27人，这是个惊人的数字。如何解决这一问题，是身为县长的焦裕禄不得不考虑的问题。当天晚上，他叫来老潘和老吴开了临时会议。我们的干部，特别是基层干部，工作最苦，条件最差，负担最重，长期缺油短粮，营养更谈不上了，身体素质很差。要是一个个都倒下了，让谁去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呢？焦裕禄提议去买一些高价粮回来，给基层干部每月补贴2-3斤。可老潘听后觉得不妥，粮食都是同购同销，如果私买高价粮，后果会很严重。焦裕禄询问老吴的意见，后者冷着脸说：“你们看着办。”目前抢救干部要紧，就是我们个人犯点错误也是值得的。我建议，粮食搞到以后，我们县委几个主要领导干部，包括常委，都不要享受这份补贴。焦裕禄再次问老吴意见，他借口身体有恙，趁机溜了。为了基层干部们，焦裕禄决定冒这个险，如果出事了，后果他一人承担。可高价粮刚买回来一车，就有人告了黑状，后面的几车全被扣了。很快赵专员带着调查组就来了，上面领导要求尽快查清，绝不姑息。地委震惊了，省委也震惊了。如果这件事情属实，那可真是胆大包天，全国罕见呐！啊，破坏统购统销，给共产党丢脸。赵专员用词很重，一旁的老吴十分得意。赵专员要求负责的干部要主动承认，老吴却第一个撇清了关系。我事先不知道这件事，刚刚听说。卑鄙！你敢说不知道？老吴话里话外都在指责焦裕禄，说他是一把手，却没有带好队，必须要向组织做出检讨。赵专员询问买高价粮都用了哪些钱，潘部长如实交代，用了职工福利款、干部救济款，还动用了那笔修缮县委的专款。随你怎么处分，这个事儿是我一人干，跟焦书记无关。焦裕禄为人坦荡，他主动承认了是自己提议，并决定了此事。听闻此话，赵专员很意外。焦裕禄的大女儿小梅穿着破旧衣服，遭到同学们嘲笑。小梅说，父亲教育我们在生活中要艰苦朴素。同学们不信这些，还骂小梅假正经。回家后，小梅把事情告诉了母亲。妈，你看这衣服，从9岁穿到现在，烂花花的，都成啥样了？同学们都笑话了。说爸还是县委书记呢，让女儿穿这么旧的衣服，也不嫌丢人。你爸这次要是栽倒了，那才丢人呢。当天晚上，赵专员喊着焦裕禄和老潘进行了一次深刻谈话。可当几人出门时，门外已经站满了兰考群众，他们是来为焦裕禄求情的。你们有事吗？赵专员，如果你们要处分焦书记，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就要到省里、到中央、到毛主席面前去喊冤。你们都要去喊冤吗？冤！好，我也算一个。好，请大家都放心啊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。焦裕禄同志光明磊落，他还是你们的县委书记，好书记。听了赵专员的话，乡亲们终于放心。焦裕禄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得人民如此爱戴，自己受再多苦累，背再多冤都没关系。治理风沙刚有了效果，兰考又遭遇了水涝，农民的庄稼被淹，1年的收成化为泡影。焦裕禄连夜带着调查队，盯着暴雨研究地形，设计排洪沟。当他来到公社，见基层干部们一个个垂头丧气，都哭成了泪人。
全毁了，没法活了。麦子毁了，酒也种不上，还不如去讨饭呢。假如哭就能把老天爷给吓回去，那咱就一块儿哭，哭个痛快。众人会错了意，哭声更响了。焦裕禄听得大怒：你们都是娘们儿，越说越孬种了。7尺高的汉子，亏不亏得慌？站起来！干部不灵，水牛掉井。越是困难的时候，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，挺身而出，给群众做个榜样。同志们，拿出共产党人的气魄来，咱们给老天爷拼拼！尽管外面暴雨如注，焦裕禄还是领着干部们一起冲进地里抢收粮食，一干就是一整夜。如此不要命的干法，导致他肝病发作，倒在大雨里。另一边的吴县长却请了病假，滴水不沾的坐车离开了。小梅来给父亲送饭，只见父亲巨头男人用杯子压迫来缓解疼痛。这一幕让女儿泣不成声。再回家吧，你要给累死的，你要给累死的。爸爸怎么能死啊？爸爸还没给你买新衣服呢。小梅不要新衣服，俺只要爸爸，俺只要爸爸。天气转晴后，焦裕禄在黄河边找到老吴，说这次抗洪救灾开始，你就生病住进医院。县委机关和群众对这件事反应很不好。老吴听了很气愤，人是吃五谷杂粮的，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？咱俩是政府书记，啥事都得往一块儿想。除三害是全县人民的头等大事，可你一点也不热心。对，我确实不热心。恕我直言，我们两个在全县领导工作的指导原则上有很大的分歧。老吴一直认为县干部就应该抓大事，而不是一心扑在治理三害这种小事上，甚至讽刺焦裕禄，说他到处卖人情，以为自己就是救世主。老焦啊，我说的重一点，你政治上有野心。老吴已经无药可救，焦裕禄此番劝解完全是对牛弹琴。我相信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正的评价。那好，咱们走着瞧。晚上回到家，焦裕禄的肝病又犯了，他怕吵醒孩子们，只能咬牙忍着。妻子埋怨他老想着别人，就是不想想自己的病。焦裕禄立刻转移话题，小声嘀咕着该领孩子们回山东老家看看，让孩子们认认门。我想带孩子们去看看爷爷的坟，烧烧香，别让他们忘了根本。通过1年的时间，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用淤泥翻出来盖住沙土，然后在上面种植炮筒，起到挡风压沙的效果。还制定了详细的种植管理制度。治理盐碱地，则先在盐碱搬出深挖沟，下雨的时候有盐碱的水就顺着沟流走了。至于挖出来的土，经过暴晒后，加入杂草回填到沟里，再灌水洗盐压碱，引进耐碱的农作物。治水就以排水为主，官制涝改兼施，上下游兼顾，协商观察治理。眼见兰考人民即将摆脱这些灾害，迎来新生活，焦裕禄的病情却越发严重了。外出考察时，疼得从沙丘滚落；在公社开会时，要用抽屉顶着肚子。一旁的同志看到焦裕禄脸色不对，提议他休息一会，可焦裕禄却摆摆手，让大家继续。然而剧烈的疼痛让他的手都在颤抖，头上也冒出冷汗。没事，接着往下说吧。由于长期劳累，加上肝病折磨，焦裕禄连弯腰捡笔的力气也没了，直到痛晕过去。焦书记得知焦裕禄晕倒，地委立即打来电话，说就事态也要把他抬到医院，还要求必须把病治好才能重返岗位。焦裕禄离开兰考这天，大量乡亲们前来送行，有的还送上自家的花生、鸡蛋和大枣。后来导演说这段戏乡亲们拿的都不是道具，是特意从家里带来的，哭也是真哭。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呀！大娘，我谢谢您啊，要不然几天就回来了。秘书小孙找到老吴，劝他去给焦书记送行，可老吴却薄情寡义，说自己没空。我没时间去送他，不去看个病嘛，用得着那么多人去送？又不是开追悼会。你没人味儿。放肆！
1964年3月，焦裕禄离开工作了1年零3个月的兰考，先后从郑州转院到北京，上级领导知道后高度重视，并安排高级医学专家进行了多次会诊，最终确定为肝癌晚期，皮下扩散，建议转回郑州接受保守治疗。消息传回兰考后，大批群众来到县委询问焦裕禄住院的地址，并赶到郑州看望。此时的焦裕禄已经非常虚弱，但心里依然惦记着兰考的一草一木。他问潘部长：“兰考的雨大吗？今年的庄稼收成怎么样？”听到挖的排水渠起了作用，他这才放心。你下次再来啊，给我带几个麦穗来，我想看看。小梅找到挖煤的弟弟，说：“咱家就是吃糠咽菜，也轮不到你赚钱。”可弟弟死活不走，他只想赚钱买点好吃的，给爸爸补补身体。我是想挣点钱，给爸爸买好吃的，让他补补身子。爸爸太瘦了。弟，听话，咱不干了，跟姐回去啊！不，别管我。肖大爷和小薇过来时，给焦裕禄带了麦穗，这里饱满的麦子代表着兰考的希望。看着虚弱的父亲，孩子们一个个哭成了泪人。大儿子捧着挖煤赚的钱，问爸爸想吃什么，小儿子则扑到爸爸怀里，说自己再也不淘气了。你快回家吧，我再也不淘气了，再也不是胡嚷嚷了，也不惹你生气了。傻孩子。对于妻子和孩子们，焦裕禄有太多亏欠，说好的领孩子们回老家看看，可惜做不到了。1964年5月10日，医院发出了焦裕禄的病危通知书，地委和省里的干部围在焦裕禄的病床前，焦裕禄用仅有的力气叮嘱道：“我死后不要给我多花钱，留下来支援兰考灾区。我活着的时候没能治好沙丘，死后还请组织把我运回兰考，我要看着兰考百姓把沙丘治好。”1964年5月14日凌晨，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，终年42岁。焦裕禄病逝的消息在县里传开后，百姓们哭声一片，大家不约而同，怀着敬仰又悲痛的心情前来送他最后一程。追悼会这天，前来悼念的群众多达10万人，而且很多老百姓都把焦裕禄当作自己的亲人，都是披麻戴孝赶过来。当焦裕禄的遗体下葬时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突然齐刷刷地跪在棺材前，哭喊着焦书记不要走。兰考人民的落泪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一位好书记而伤心，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位一心只为他人的亲人。他心里装着兰考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，甚至他们一家人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有。焦裕禄走时，妻子徐俊雅才33岁，一个人带着6个孩子，最小的才刚刚4岁。丈夫去世后，要强的徐俊雅带着她的6个孩子，留下了这张没有一个笑容的合影。仅仅1年后，焦裕禄生前规划的改造兰考的蓝图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。虽然夏天连续旱了68天，大风刮了72次，秋天连续下了384毫米暴雨，但全县没有一个大队受到风沙和洪涝灾害。这一年的兰考，这个雨冬历史上一直躲在缺粮的县份，粮食初步实现了自己。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，焦裕禄的口碑是他自己用行动积攒的。在兰考县，人们至今传唱着一首民歌，其中有一句看见泡桐树就想起焦裕禄。1989年，焦裕禄被列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之一。1990年，电影《焦裕禄》上映，3毛的票价卖出了1.3亿的票房，也让所有人熟知了他的扮演者李雪健。凭借这部电影，李雪健一举斩获了当年的金鸡和百花奖，成为双料影帝。在颁奖典礼时，李雪健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，而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。如今的兰考早已绿树成荫，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一切都离不开焦书记的付出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焦裕禄那种亲民爱民、迎难而上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都将在亿万人民心中成为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。